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对您正在进入的内容有一个很好的了解。最近热播的好剧很多，但如果说最近网络上讨论最多的剧，那就非《陈情令》莫属了。最重要的是，您将能够找到充分利用这部戏剧的最佳方式。在原作和动画中，温超这个角色属于典型的傻傻坏坏的反派。虽然按照小说的描述，他的长相其实很帅，但是动画和电视剧版似乎从一开始就忽略了这个设定。结束是一个标准的反派阶段。虽然剧中文超的颜值也不出众，但演员们的出色表现倒是让这个有点脸型的反派形象变得更加时尚。不少网友觉得文超这个角色看起来有事业心，野心勃勃，是个有想法有目标的反派。节目的粉丝们举办了一场名为“陈爱101”的微博比赛，投票选出了节目中最受欢迎的男角色，而文超其实挺火的，这要归功于演员何鹏的表现。虽然温超的性格很讨人厌，但何鹏的演技却让人无法讨厌他。自节目开播以来，与节目相关的话题无数次登上微博热搜，其中就包括文超像老师这样的话题。网友们一直在调侃文超是班主任，因为每次出现在他的台词里，都能找到学校班主任的影子。傲慢霸道的温超，自以为有权有势，总喜欢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，动辄对人发号施令。在剧中，他特别喜欢讲课，让大家背书，谁得罪他，谁就受罚。当没有人愿意上前念诵时，他将不得不点名。这些台词简直是很多学生的噩梦。温超的台词总让人找到学校班主任的影子。自从出现了班主任这个噱头，人们看到文超再次出现，有一种莫名的戳到笑点的感觉，也给这个角色增添了一丝喜剧色彩。这个反派之所以会有这么好的感情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帮助望线越来越近。最后几集，温超见义勇为拉开了温情，所以那位无限荷兰忘机有机会独处，堪称神帮手。饰演文超的演员何鹏经常回复网友的评论，不仅对剧中的各种梗都了如指掌，也说明他对 CP 线很了解。有人称赞他为无限荷兰忘机创造了时间，他说他理解我的辛苦，这就是第一粉丝头的称号。大部分观众对何鹏的名字并不陌生，有些人觉得好像有点眼熟，好奇的上网搜了一下，看到几年前的一条娱乐新闻，原来他是杨紫的前男友。2015年，刚大学毕业的杨紫被媒体拍到在车上亲吻她和男友。杨紫当时的男友是何鹏。当时网上议论纷纷，主要是因为当时很多人对杨紫的印象还停留在宅男小雪上，以为她还是童星，没想到已经长大并坠入爱河。当时有传言说她的男朋友是富二代、煤矿老板的儿子等等，恋情朝着暴力的节奏方向发展。直到后来杨紫在接受采访时澄清，她只是一个同学电影学院的大学同学，谈恋爱是家常便饭，艺人最终放弃了对她的追逐。杨紫和何鹏都是电影学院2010级漫画班的学生，何鹏的演技看起来很滑稽，似乎研究过漫画关系。有网友觉得他遇到了同样是喜剧学生的白客男，这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。虽然是剧中的配音员，但是喜剧专业毕业的，其实嘴巴很滑。不过杨紫和何鹏在毕业不久就分手了，现在何鹏已经是杨紫的前男友了。在失去了杨紫男友的身份之后，对他的关注度就少了很多，现在终于通过一部热播剧再次获得关注。其实这些年他一直在认真拍戏，他的颜值气质特别适合嚣张霸道的反派角色。在叶一千玺和黄子韬主演的《厌世烦》中，他又演了一个反派角色，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的性格。如今，专业的反派已经不是什么会长期限制演艺事业发展的东西了，演反派也更足以让人记忆深刻，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。温超刚出现的时候，大家都在问他什么下线，现在大家都讨厌他以后下线。小牛排希望他能继续协助，帮助大家清理灯泡。02张艺兴新片合作陈可辛，还要重新进入 EXO， 事业还要看人品。网络爆料称，该剧的主要演员是张艺兴、张婧仪和苏妍。中国香港导演陈可辛担任执行制片人，导演是韩毅，编剧是曾写过《中国合伙人》的张艺兴。《中国合伙人》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创业大作之一，陈可辛也是实力相当的导演。人们一看到张艺兴这次领衔主演陈可辛出品的电影，
纷纷表示张艺兴越来越厉害，资源升级。当然，也有一些网友意见不一，因为他们不喜欢张艺兴，所以觉得他能拿到这么好的资源，不配担任这个职位。不过凭良心，后来娱乐圈涌现了这么多靠资本登顶的流量明星，他们敢拍，张艺兴努力了10多年，有相当不错的国民度，现在能拿到这样的好的资源，是完全合理的。而巧合的是，最近网上除了张艺兴可能拍这部新片外，还有一个比较受关注的话题，那就是张艺兴和 EXO 的关系。不管是因为近2年全球疫情防控的影响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张艺兴和其他8位队员一起出现了。恰逢其时，张艺兴与 SM 的10年合约也正式到期。长期以来，公司一直在传言张艺兴将与前任老板李秀满合作，两人在谈话中的地位变得平等，不再是老板和下属。合约到期当天 ，EXO 官网也将张艺兴的名字撤掉了。然而，仅仅删除了1个多月，张艺兴的名字就被放了回来。新动作，我们猜测，或许张艺兴和李秀满已经达成协议。张艺兴在国内娱乐商业版图上，真的很想和 SM 有进一步的合作，提升国际影响力，探索一种形式韩国娱乐圈史无前例。真没想到，一转眼10年过去了，张艺兴出道这么久，事业发展到了这个地步。刚出道时 ，EXO 中的4位华人被称为天上的4子。4人中，张艺兴是最不被看好的方面之一，拼脸、拼人气、拼家族史都不是最好的。但星途一转，张艺兴全面开花，不仅与其他3人比大获全胜，更是同龄男艺人中的佼佼者。能成为同龄艺人中的佼佼者，张艺兴的秘诀不应该是嘴巴一直挂硬，而是性格更挑剔。老百姓最讨厌娱乐明星的一点，就是他们超高的收入，尤其是当他们拿了超高的收入时，还违法乱纪，经常触犯法律的界限，甚至拒不做合法的税收。这里可以体现出张艺兴人品比较好的第一点，那就是张艺兴至今他的表现是脚踏实地，没有纪律，甚至成为了税务大使。其他明星也与税这个词有关，即逃税。张艺兴居然在湖南省税务局的正式聘书下成为了特聘税务大使。官方微博里面的死亡早子海报虽然看起来很搞笑，但是能被湖南税务局正式聘用，大家应该能明白张艺兴的心底是多少，这些年到湖南税务局交了多少税才得到这个名字。证明他性格的第2点是，他完成了作为爱人和偶像的核心任务，就是把事业做好，不辜负粉丝的期待。与其说粉丝对他有幻想般的爱，倒不如说是粉丝期待他这样做。这些男偶像艺人在成为强者之前，就抛弃了自己的气粉去谈恋爱、鬼混，毫无职业道德。日韩男艺人深知这一点，即使谈恋爱，也会偷偷搞一些地下恋情，一般不到40岁，不会和异性朋友有任何动作。到目前为止，张艺兴对自己做到这一点是严格的，没有与任何异性传出绯闻，让粉丝心碎。最后一件事是，人们很少听到张艺兴与其他艺人发生冲突或与媒体发生口角。人们总觉得女明星喜欢拉头花，其实男明星也不亚于，烦恼力更凶更猛，一生不相见是可能的。男明星也有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地方，就是遇到媒体记者大发脾气，抖黑脸、打手机，基本操作，个别脾气暴躁的拳打脚踢也是可以的。所以回想起来，张艺兴平时在里面的表现，简直就是个乖孩子。